跟 B52一样，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图95呢，依然还冲锋在前线。不过它的特征呢却更加明显啊，类似对同轴反转的螺旋桨实在是太抓人眼球了，当然也很抓人的耳朵啊。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装螺旋桨，而除了他就没有人这么装了呢？故事嘛，咱们还需要回到它的诞生之初，二战结束，冷战刚刚开始的上个世纪60年代了。设计图95的是一位天才工程师安德烈·图波列夫，苏联第一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图4公牛就是出自于他的手下了。当然，那其实是波音 B29超级堡垒的逆向工程版本了，因为在二战接近尾声，美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时呢，这些先进的轰炸机中有几架坠毁在了苏联的领土上，自然就被合理的消化利用了。苏联人因此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代核轰炸机。不过它的缺点是航程太短，无法威胁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嘛。于是到了1952年呢，图波列夫领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设计一架能够载着11吨炸弹连续飞上8000公里，直捣美国黄龙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同时收到这个任务要求的是图波列夫的竞争对手，同样也是天才工程师的米亚西舍夫。但是两个人的设计思路呢却完全不同啊！激进的米亚西舍夫选择了当时刚刚诞生不久的喷气式引擎，设计出了 M4 野牛，把苏联的技术能力套到了极致啊！而图波列夫的判断是，喷气式引擎是很潮啊，但并不成熟，如果贸然用上，后患无穷啊！于是他决定，引擎咱还是得用久经考验的老技术螺旋桨。不过也并不妨碍我从喷气式飞机那边借点东西过来嘛，比如那后掠的机翼就非常不错，有效降低阻力，达到更高的航速。他们是贡献明显的。但是光这样呢还不够嘛，还能有别的一些改进吗？那就只能从螺旋桨上做文章了，把原本只套一个改成套上2个，并且呢还让它们反着转。这是什么道理啊？传统螺旋桨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它不能转得太快，因为一旦快了，远离轴心的叶尖呢在周向旋转时速度就会超过音速了，由此产生的激波会带来巨大的阻力，使螺旋桨的效率大减，很不划算嘛。但发动机的功率却是越来越大，该拿什么来消耗它爆发的小宇宙呢？只能让它推动更多的空气一起做功呗。要怎么推动更多呢？简单一招就是把叶片数给加上去。可是这恰恰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了。传统螺旋桨的叶片数不能太多，否则效率也一样变低啊。因为在前一片桨叶划过空气时呢，已经把这里的空气给搅乱了，形成了所谓的涡流。如果第二片桨叶马上就跟过来，没有给涡流的恢复留足时间的话，它面临的就必将是更大的空气阻力了。你说效率能不降低吗？而要是一个平面上的叶片数越多，它们之间的间隔就会越密，带来的效率降低当然也就越加明显了。同时紧跟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旋转的螺旋桨搅动着空气，使其旋转着向后吹去，其中向后的部分呢，没什么好说的很优秀，变成反作用力推动飞机前进了。但讨厌的是它还有旋转运动的部分啊。这一部分的运动呢，不仅不会对推力产生任何的贡献，还会在吹到垂直尾翼上时对飞机造成偏航的作用，既损失了效率，又带来了麻烦，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所以这些问题该怎么破呢？且看同轴反转的螺旋桨了。从迎风面看起来它有了更多的叶片，但是却分布在不同的旋转平面上，所以既能推动更多的空气，也避免了相互之间的打架。而前后反转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前一片螺旋桨带来的朝左或者朝右旋转的空气呢，给重新扭回来，帮助这部分社会边缘分子回归主流价值观，成为对推力有贡献的轴向流动的空气了。所以你看作为一架螺旋桨飞机，装着它的图95呢，却能轻松飞出超过800公里的时速，几乎和现代喷气式客机一样快了，并且由于效率大增，巡航里程呢也有了充分的保障，这些都让它有理由到了今天还有立足之地啊。可是为什么别的飞机不这样安排自己的螺旋桨呢？比如洛克希德马丁的C130、大雷神和空客的 A400M， 他们的螺旋桨还是只有一层嘛。好了，刚才那是同轴反转螺旋桨的好处，现在来讲讲它的坏处了。第一个显然就是复杂。复杂意味着不可靠，复杂意味着更大的重量、更高的费用，复杂还意味着更为繁琐的维修和保养等等。第二个是噪音，可怕的噪音
据说当图95飞过头顶时，美国的潜艇即便是在水面以下呢，都能够通过声呐探测到它。据说一些曾经伴飞过图95的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越过自己飞机上轰鸣的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听到来自于它的螺旋桨发出的噪音。所以啊，当今最吵战机的头衔非它莫属了。再反观 C130或者是 A400M。一是身为运输机的它们呢，实在没必要飞那么快嘛。二是你看它们的螺旋桨叶片又多又弯，明显就是个超音速的夜行嘛。其实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效率的问题，干嘛还吃力不讨好的把自己变那么吵呢？不符合咱绅士的一贯表现嘛。至于战斗民族大嗓门，那叫霸气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我操！我操！我操！这是从根儿里拔！我操！从根儿里这个车都没从根儿里，我说。我操，这是啥东西啊？这个有点可汗啊！地下你的飞机，这啥飞机嘛？人都不嘛？不是。温江产的208。太大，我操！我操！我操！
当倒数结束，点火按钮被按下的时候，火箭究竟是怎么被点燃的呢？这个问题啊，你不挖还好，一挖发现全是奇葩。有的呢根本就不会点火，而有的则是划根火柴去点火的。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先说第一种啊，不用点火的火箭呢，它使用的是一类称之为自然推进剂的燃料组合了，通常就是肼类配上四氧化二氮了。这两种液态的物质呢，只要是混合到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放热进而燃烧，所以点燃它们嘛，一点都不用外界操心。那个按下去的红色按钮呢，只是做成了像是在点火的样子，实际上是半点火花都没有的，就是把阀门打开，让两个炙热的灵魂彼此奔向对方而已。我们再看长2、长3发射时，它喷出来的橘红色的火焰，就是这种推进剂的混合自燃后的结果了。由于肼类和四氧化二氮呢都是有毒的，所以这种火箭呢也被我们叫做毒发。好了，第二种火箭。液氧煤油，你把它俩混合到一起啊，不来点烈火，人家是不会擦出感情的。所以点火就得要上点心了。但是想让超低温的液氧与煤油碰到一起燃烧，而不是爆炸，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液氧的低温呢，会引起煤油的冷却并凝固，而凝固的燃料和液氧的混合物对撞击非常敏感，在加压情况下，常常直接升级为爆炸了。对一开始研究他们的实验人员呢，非常的不友好。怎么办呢？在这儿啊，东西方的路数就开始分化了啊。美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技术路线，而苏联则转头向着古老的智慧取经去了。先来说美国那边，他们发现啊，有些金属有机化合物，比如3乙基铝、2乙基锌、3乙基硼等等，只要是暴露在空气当中，就能自然发火了。要是遇上点液氧，更不得了了。于是咱们就只需要在发动机的管路里面呢，备上一个装着上述引火剂的玻璃小管，打碎即可保证点火了，简单可靠啊。当然是一次性的。019号上面的梅林 ED 发动机稍微就复杂了一点，得把玻璃管换成由阀门控制的引火剂加注系统，才能实现多次点火。不过也算简单嘛，但这些到了苏联人眼里面都太复杂了，不就是点个火吗？直接上火柴或者火把就得了。是的啊，直到现在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联盟号火箭呢，都是用火把点燃的，不可思议吧？但苏联人其实是有苦衷的啊。咱们来看看联盟火箭的屁股，它的中间呢是装在新一级上，有4个主喷口、4个小喷口的 RD-108发动机，四周是装在4个助推器上，又各有4个主喷口、2个小喷口的 RD-107发动机，加起来就是20个主喷口和12个小喷口，一共32个喷口。那么请问，如何保证这32个喷口在发出点火指令的一瞬间准确无误的同时点燃呢？是用更加灵敏的传感器，还是更为先进的信号系统，还是用更加智能的计算机算法呢？想多了吧？只需要点燃32个火把，把它们放进32个喷口里，让它们先在这儿燃一会儿，然后再打开推进剂的阀门，不就完全同步了吗？苏联工程师称这种方式为烟火点火装置 PZU， 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点燃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R7 发明的。既然联盟号诞生自 R7， 这种点火方式呢，也顺其自然地被继承了过来。它是这么操作的：在联盟号被安装到发射台上之后呢，技术人员会通过在发射台下方的通道桥，手动的去将一根根倒梯形的木棍插入到每个燃烧室里面。20根大木棍插进了主燃烧室里面，12根小木棍插进了转向发动机的小燃烧室，而且它们都必须是取材于上好的白桦树才行啊。在每根棍子的顶部呢，都有一对高温装药，在高温装药之间连着一根用弹簧夹着的黄铜线，起短路发热点火的作用。来自点火装置和传感器的电线呢，沿着倒梯形的木棍向下延伸到了一个插座，在那儿它们被插入到发射控制网络。当这些火柴在燃烧室里面被点燃的时候呢，它们的火焰会切断黄铜线，弹簧将松开的一端给拉开，从而断开电路，这就让发射控制台上亮起了一个点火的信号。只有当发射控制系统确认这32个燃烧室中的每一个燃烧室的信号都亮起来之后呢，它们才会打开推进剂供应管线上面的阀门，使火箭真正的点火，确保了绝对的同步啊。而至于那些大火柴的命运嘛，当然就是付之一炬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因了。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太反直觉了，
启动代表人类科技巅峰的火箭居然用的是这么 low 的方法，但它真的是异常可靠啊！已经兢兢业业地运行了70年，送了数百枚的火箭上天了。而且即使真的出了点问题，也还有别人比拟不了的优势啊！2016年的3月12日，一枚联盟运载火箭屹立在哈萨克斯坦拜克鲁尔发射场第31号工位，准备进行发射。然而，当点火按钮被按下了23秒之后，火箭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此时的发射大厅却响起了指挥员的声音啊！发射终止，推迟到明天进行发射。What？ 发射按钮都已经被按下了那么久，而且明明有的喷口下面已经冒起了烟，居然都能被安全终止掉，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原来啊，是32根木棍中意外熄灭了一根，还没有轮到推进剂上场呢。当然是可以随时喊停，而且还能迅速修复的啦，不就是换根火柴的事儿吗？果然，3月13日，就在上次事故的24小时不到里面呢，这枚联盟火箭就成功发射了。这要是换做其他一些使用复杂点火系统的火箭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啊。其实我们得感谢这次事故，否则苏联人的黑科技不知道还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呢？最后，咱们不是还有氢氧火箭吗？那个火柴就不管用了，要靠固体火药或者是电火花。你看航天飞机主发动机启动时的慢镜头呢，就充分说明了星星之火是怎么燎原的。虽然我蛮喜欢披头士的，但要是某一天人类文明被外星人给灭了，咱还是得把账算在他们头上。为什么呢？因为就在2008年的2月4号，披头士乐队成立50周年的时候呢 ，NASA 朝着431光年外的北极星方向，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附近深空网络的一口70米直径的大锅，放了一首披头士的《跨越宇宙》出去。虽然字面上的意思呢是非常贴切的，但是 NASA， 你真的以为外星人听得懂英语吗？好，那咱退一万步来说啊，即使他们真能听懂英语，要是他们恰好是滚石乐队的歌迷，又该怎么办呢？好在啊，披头士要不要为 NASA 来背锅，至少也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了。希望人类在这期间呢，好歹能够想到一些应对之招吧。不过也有可能我们已经没有几百年的准备时间了。天眼不是最近说捕获到了疑似外星人的信号吗？那有可能代表外星人其实比我们还要积极主动的多，而且呢，他们的准备时间也比我们充分的多啊。尽管还没有定论，但咱们这一期内容可以先来畅想一下，如果外星人真的来了，他们长什么样子？是如异形那般狰狞，还是如 E.T. 那般可爱？是像超级战舰里面的外星人一样，在类人的外表下呢，却有颗恶毒的心，还是会像降临里面的外星人，虽然长得酷似章鱼，但却温和友善？好吧，咱先不要被好莱坞带偏了啊，回到科学讲科学，外星人可能的模样呢？大概有以下这3种：细菌，跟我们长得惊人相似的外星人和机器外星人。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说说。虽然假设所有的外星生命都停在了细菌阶段，会让这个宇宙变得非常无聊，但这的确是一种大概率的事件啊。以我们为例啊，地球上最简单的生命原核生物，它们是非常非常小的单细胞有机体。早在我们这颗火热的岩石星球刚刚降温就已经出现了啊，那是在大约38亿年前。如今它们依然与我们同在，细菌就是一个例子了。但是我们这种复杂的生命形式又是如何而来的呢？地球花了足足20亿年的时间啊，才通过一次意外。对的啊，据我们目前所知，就是21年里面只发生了一次，由原核生物转变成了真核生物，通过细胞核和细胞器等新增加的特征呢，开始进行复杂的化学过程后才诞生的。这种好运用罕见的 n 次方来形容都不为过啊。所以其实什么才是正常的地球啊？是生命至今都停留在最基本的细菌形态的地球才是正常的地球吗？那么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其他的行星上，甭管是碳基也好，硅基也罢，也许只是挤满了永远无法达到复杂形态的生命，犹如被一个巨大的过滤器给拦住了一样。我们只是极其幸运的闯了过来而已，这个叫做大过滤器假说。而且假设的是大过滤器呢位于我们的过去，当然它也有可能位于我们的将来啊，这个呢我们稍后再提。好，那你说宇宙这么大，即使概率再低，也有可能有其他星球上的生命闯过了大过滤器，开始往复杂里面演化了吧？没错，是有可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他们会怎么演化呢？趋同演化是一个在这儿必须要提的概念了。他说的是，面对相同的问题，不同物种间各自发展出来的解决方法呢，总是惊人的相似。
比如眼睛。为了观察周遭的事物啊，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眼睛。而且有的物种之间，甭管它们差得有多远啊，眼睛的结构呢还惊人的相似。人和章鱼就是这么一对。我们最早的共同祖先呢，可以追溯到至少5亿年前，然后两者就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面各自生活，各自适应截然不同的挑战与压力，但是却非常巧合地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相似方法。眼睛是的，强大的智力也是的。所以看起来啊，哪怕环境再有区别，演化的方向都是大致有数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数来拼凑一下外星人的话，它很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啊，智慧能够让你预测与影响周遭的事物，并且克服问题。所以我们的外星人呢，一定会演化出智慧。接着，该如何来用这样的智慧呢？对周围环境有敏锐的知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也一定有可与我们的感官类比的一些东西。既然眼睛在地球上已经成功演化了大约50到100次，并且不同环境里面的动物97%都装着眼睛，那么外星人装着眼睛的概率一定不比这个少啊！而且多半还是2只眼睛，这个呢似乎是地球上最受欢迎的策略了。同时把眼睛装在脸的前面，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这样立马就可以获得立体视觉，并能够侦测深度了。经验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猎食还是避免被猎食方面，它都大有益处啊。什么鼻子、耳朵、嘴巴呢，很大概率也是必需品啊，只是在具体形式上做些微调罢了。另外，我们的外星人10有8九呢也是对称着长的，因为这样才能使建造生物的使用说明书、DNA 或者类似的东西比较简洁，看起来节能环保、放置宇宙都是皆准的。然后，为了保护大脑，它一定有一层脑壳，是选择外骨骼还是内骨骼呢？为了避免自身的体型受到限制啊，明智的外星人一定会选内骨骼，又跟我们一样。既然我们的外星人拥有发达的智慧，那就一定是要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来配套啊！那么能够操纵物体的能力就是必须的了。跟我们一样灵活的手呢，看样子也是必须的。既然把手都给单独分出来了，那么也就应该是个用双足直立的生物了。因为从效率上讲呢，双足就已经够用了。所以你看啊，按照这个逻辑拼出来，要是他往你面前一站，是不是就跟你照镜子一样呢？有没有觉得非常奇怪？甚至非常抗拒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很难想象除了自己以外的存在呢？好莱坞可不这么想啊，很多的古生物学家也不这么想，因为根据趋同演化，人科动物的外形呢，其实是任何一个世界里面有感觉生物的最好解决方案了。除非地球以外没有趋同演化，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面临一个有鼻子有眼睛，几乎是我们翻版的外星人了。其实我还是蛮能接受的啊。只要他们不说我是他的翻版就行啊！然而你别以为到这儿就完了啊！既然人家都已经闯过大过滤器，演化成智慧生命了，没有理由不继续往前再演化。我们的地球呢，只是个45亿岁的小伙子而已，宇宙中多的是比他年长许多的老家伙了。这代表可能有很多演化的比地球生命久得多的智慧生命的存在。那么他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想想我们会怎么发展就知道了啊！根据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不难想象啊，N 代以后我们应该可以走到完全抛弃有机体束缚的地步了，也就是一个只有脑子，不应该连脑子都不是有机体的纯粹的科技智慧文明了。看过超体吗？翻到片尾呢，那儿就有个例子啊。所以更先进的外星人会是这个样子的吗？以机器生命的形式存在，可以忍受极度漫长的星际旅行，最终接触到了我们。好吧，那么真正麻烦的问题就来了，他们在哪儿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下期来聊。这是一张8英寸的软盘，你看比我的脸还要大。1971年由 IBM 发明，是移动数据存储的鼻祖，尽管最多只能装下237.25 KB。我自打走出我们初中那个连鼠标都没有的计算机机房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儿了。那是在1994年。但是你很难相信啊，就是这样一个上个世纪老掉牙的科技，却被美国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一直使用到了2019年。他们用它来传输行动讯息和发射指令。有没有好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啊，因为它的安全性够高嘛。这套系统不接入互联网，没有 IP 地址，用物理方式将它与外界隔绝，几乎不存在被黑客攻击的可能，是个彻底的数据孤岛。好吧，对于这样一个可能会毁灭地球的东西啊，这样保护也不算过分。但是对于如今既需要保护又需要共享的大数据而言，又该怎么做呢？
也许正确答案就是让数据实现可用而不可见了。这么说比较抽象，我来举个例子啊。有个商人呢，想为某座城市的人们制造更贴合脚型的鞋子，但有非常严格的法规规定，他不能去收集和记录每个人的个人隐私，也包括他们的脚型信息。所以他干脆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设计了一个测量的机器。这台机器呢，只会记录脚型，但不会记录是谁的脚型。为了尽可能保证这个环境的封闭性，他还参考了人们用来对付传染病的隔离机制，在外面设置了重重保护，除了正在里面测量的人以外呢，谁也无法进入，包括商人自己。这样大家就都不会担心自己的隐私数据被泄露了。于是，在经过对大多数人的测试之后呢，这个机器就知道了这个地区人们的脚型特点了。你看，大家既把自己的数据给商人用了，但其实商人又没有真的见到这些具体的数据，符合彼此的利益。这就是可用而不可见了。其实这种机制啊，在原理上和如今的机密计算基本一致。英特尔的 SGX 软件防护扩展技术就是机密计算一个重要的实现手段。它能够在 CPU 的支持下呢，在内存等特定的硬件环境中构建出一个更加安全可信的飞地出来，就相当于我刚才说到的隔离出来的封闭环境。当需要执行可用而不可见的数据处理任务时呢，就会把应用代码连同敏感数据一起抓进去，让它们在这个独立于操作系统、虚拟机和 BIOS 之外的环境下运算。这个时候，哪怕上述那些已经是非常底层的基础软件或者是系统被黑客攻陷了，在隔离区里面的数据也是相对安全的。是的，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英特尔的 SGX 技术是基于硬件的，由 CPU 直接支持的增强型的安全防护措施。你有理由担心应用程序可能会有漏洞，操作系统可能会被劫持，甚至加密环境都有可能事先被病毒感染。但是作为计算机最底层的 CPU， 它所代表的信任级别，还有谁能超越呢？所以把隔离区的钥匙交给它，的确让人更加放心啊。大家熟悉的百度就选择了英特尔的 SGX 作为基础来构建自家的 Messati 安全计算平台。这个平台能够与同样由百度打造的开源深度学习平台飞讲展开联动，为飞讲的用户们提供机密计算的能力。此时，用户可以将数据放心地运行在一个更安全可信的环境中，既让人工智能的工作负载得以高效运行，还可以尽量避免用户数据被攻击和窃取。再举一个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啊，病历信息往往记载着一个人的诊断数据、药物服用情况等等个人健康信息，属于极度敏感的数据。在德国超过7000万人在使用电子病历系统。如何确保这种病历的数据保护能够满足欧盟严格的 GDPR 的要求，不被窃取或者滥用呢？德国的 AOK 公司呢，在构建电子病历系统时呢，不但使用了成熟的技术来增强数据在存储和传输中的安全防护，还使用了英特尔 SGX 技术来确保其中的数据在处理时的安全。这样就既能更好地达到电子病历的完整性和保密性要求，又能够为民众带来更便捷、更灵活的医疗服务，帮助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并为患者提供医疗信息的控制权和透明度。随着数据的井喷和 AI 应用的猛增啊，大家不仅需要 SGX 技术提供这种具备更强安全防护能力的隔离区，还对它的容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英特尔就在其面向单路和双路服务器的全新第3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当中呢，对 SGX 技术进行了全面强化，最高可在一个双路系统中支持1TB 容量的飞地空间。在容纳了更多更大体量的应用程序和核心数据之后呢，企业也就能够实现更大数据量的机密计算，而我们也就能享受到日益智能也更加安全的金融、医疗、出行、购物等等服务了。